嗨，我是林卡卡，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呢是，直到30岁我才明白的10件事。其实我也是想要把这一期主要作为我自己人生思考的一个记录，因为其实说实话，从20岁到30岁的这10年呢，我感觉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我的思想、我的精神状态、我的人生状态，所有的东西，我的生活都跟10年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希望以此来记录我现在的一些想法。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学会爱自己。我觉得只有学会了爱自己呢，才能够学会爱别人，以合理的方式爱别人，同时才能留住其他人对你的爱。这个感悟其实是我几个月之前才认真思考之后得来的，同时我也想要把它作为我2025年最重要的目标。我有这个感悟呢，是因为我的性格，我是 ENFP，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习惯于把我的爱传递给身边的人，然后通过看到他们幸福来带给我自己一个满足的感受。但我发现我一直以来呢，其实对自己都不是特别好，就包括我没有特别注重自己的健康啊，我会把其他人的需求放在我的需求之前。那我后面发现这样呢，其实不只是对我自己不好，对于我身边的人来说，一是可能是一个负担，第二呢，可能我去爱他们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懂得怎么爱自己，我又怎么能确保我爱别人的方式是对的呢？所以我思考好了这一点之后，我就决定把这个作为我2025年最重要的目标。然后同时呢，我想说的是，爱自己不等于自私，所以不要把这个作为自己自私的借口，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的利益，这是不好的。OK， 那第二点呢，就是别人对我的评价就只是别人的想法而已。继续说到我的性格， ENFP 会比较外向型嘛，就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一直以来都把别人的评价看得非常重要。但我尤其是这几年，我慢慢的发现，一个呢是我对于其他人，尤其是不怎么熟的人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第二是别人对我的评价，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内耗呢是很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比如说在网上，你可能有些时候在网上跟别人评论你，或者是你评论别人，然后产生了3-5分钟的沟通，尤其是很多时候如果是负面的，它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一个是你其实不会在这短暂的时间中改变别人的看法，第二个是即使你改变了别人的看法，好像意义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会觉得不要太多的把这些评价放在心里，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内核要稳，别人的评价就看看就算了。第3点我想说的呢是钱对我来说不会带来幸福，钱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尤其它很重要的是可以换取时间的工具。我对于工作的看法呢是，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时间、体力、脑力来换取金钱的行为，所以我会觉得年轻的时候可以，但不要用健康去换。尤其是其实一个人的人生很短的，如果是把很多时间都花在去赚钱，而不是去享受人生或者是思考人生的话，这样其实活下来会发现，哎，我好像活得不太明白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不想成为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呢，是我说钱是一个可以换取时间的工具，这一点怎么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其实很不喜欢做家务，然后我也不喜欢剪草坪，
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呢去外包给阿姨呀，然后让人来我们家里去代替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付他们薪酬。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我的金钱对于他们的时间的一个交换。我会觉得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来换取时间，然后你再把这些时间花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这是钱可以起到的很好的作用。同时，我认为呢，钱它其实不会消除负面情绪。如果可以的话，那世界上最有钱的那部分人应该不会有任何抑郁、焦虑这些心理情况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单纯的因为有很多钱就可以觉得获得人生的意义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要重新思考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第4点呢，是我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他人，这个世界就会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呢，主要是说，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与我作为一个个体来言，都是通过我主观的看法来形成的。就比如说，我今天看这个世界，它是快乐的，那这个世界就是快乐的。我今天看我的手是漂亮的，我的手就是漂亮的，就是这么简单。世界是主观的，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感冒了，就英国每年冬天它都会有很多流感啊、病毒啊这些。然后曾经的我呢，会是觉得，哎呀，好倒霉啊，又感冒了，哎呀，又好几天没有办法工作，或者是没有办法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整个人就除了说身体上很不舒服之外，其实心理上也很难过。但现在的我呢，会倾向于说，既然我有病假，那不如就请2天病假，趁着病了在家里休息一下，然后同时思考一下，为什么我这次会这么容易生病呢？是不是因为平时锻炼的不够？就用这些时间去做一些思考，会发现哦，原来平时我一直以为都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以为自己本来就拥有的东西，其实它是需要去维护的。就健康是需要维护的，是需要通过不停的锻炼，通过一些自律去维护的。同时呢，就工作的东西是不是又有那么的急呢？好像我1、2天请病假之后再去做，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这个世界离了我2天还是能转的。就每次生病了，我会用这些时间来做一下思考，我觉得对人生还是蛮有帮助。第5点呢，是对抗焦虑。我自己感觉对抗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去看清事物的本质。我自己其实已经有超过10年焦虑症的病史了，因为我是大学期间就诊断出了中度焦虑，虽然我自己感觉我可能在那之前就有了，只是我大学的时候才去做那个检查。那我焦虑的感受呢，其实主要是来自于我在中国嘛，所有人都怕赶不上别人，就感觉我什么东西都慢了，可能中考、高考，然后工作了之后，别人找的第一份工作很好，那我的可能没有那么好之类的这一些比较吧，就会让你很焦虑。然后另外一点呢，是我的性格就比较爱拖延，可能一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不到10万火急的程度，我可能就还不会去做。就这些事情就会让我的焦虑情绪变得很严重。后面呢，我就开始去尝试找调节心理的方法，就我怎么样才能不那么焦虑。后面我发现我其实焦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本质呢，是我在去焦虑一些不可控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焦虑，我明天就要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那我今天就会很焦虑，虽然我可能已经准备得很好了，但其实你看清事情的本质，你会发现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明天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做好准备，写一些稿子，然后预备他可能会问的问题，然后明天它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然后另外一点呢，是很多时候真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在所有的人身上，就你自己很紧张，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很重要，可能对别人来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会议而已。所以我觉得看清楚了这2点之后呢，我现在在工作里的焦虑情绪至少是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用到其他所有的事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要尝试去焦虑那些你无法控制或者是在未来发生的事情。这些东西你就算焦虑也没有意思，还不如说把这个心沉下来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样可以比较缓解焦虑的情绪。当然，如果是病理性的话，我还是建议要去看医生，因为很多时候你的情绪已经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来控制的了。第6点呢，是可以羡慕别人的成功，但是不要嫉妒。因为我自己的定义呢，一直以来都是羡慕呢，它其实是你对别人的欣赏的眼光，你以欣赏的眼光在看待一些人、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一个人通过10年的坚持，然后获得了某一项成就，你去羡慕的点呢，是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兴趣，这个人有强大的毅力，它是可以带给你正向的激励的。你会想说，哦，我是不是这个时候也应该去找一找我的兴趣？我是不是在一些东西上我的坚持还不够？这样是一个正向的反馈。但嫉妒是完全不一样的。嫉妒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情绪。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就很快的升职加薪，然后可能比现在的你的工作要好很多。如果你是嫉妒的话，你可能会想说，凭什么不是我？我比他差在哪儿？他是不是用了一些阴暗的手段？真希望有一些坏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比如说出车祸呀，比如说他被别人从那个位子上拉下来了之类的，这些是嫉妒的表现。你会发现，嫉妒的话，它其实是会让你的眼界变得很窄，并且它会极度的影响你的心理，会让心理变得扭曲。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是对人生、时间还有心理的极大浪费。因为通过这个嫉妒的心理，无论是你还是对方都不会获得任何正向的东西。同时呢，其实你是忽略了自己的闪光点。就比如说，玫瑰和百合，它们2个都是很美的花，但是你不会要求玫瑰和百合它们2个都长得一样，发出同样的香气。那更何况是人类呢？每一个人都经历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住的地方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时候，你为什么想要活成别人那个样子，或者是去嫉妒别人有了一些你没有的东西呢？可能那些东西即使是你有了，它跟你的本身的人生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有嫉妒情绪的话，一定要去尝试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因为造成最大伤害的一定是自己。第7点呢，是不喜欢就远离。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环境，就改变自己。但很多时候呢，环境其实是可以去改变的。就比如说我自己呢，是有过2次移民的经历。我自己呢是感觉，如果你不喜欢一个环境，你第一步可以尝试去分析它，来看看是哪一些原因让你不喜欢，有哪一些原因你是觉得啊，其实这些我是能接受，但有一些原因它触碰到了你的底线，你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如果一直待下去的话，我就会很痛苦。如果到最后你的结论是继续待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觉得是很 toxic， 我觉得是很有毒的，那就真的尝试一下离开的选择吧。因为在不适合自己的环境中长期的待下去，真的会吸走自己的能量。就像植物啊，有一些植物它就是在北方能活，在南方活不下去。那人也是一样的，有一些它就是不适合在一些环境中生活，你换一个环境会发现如鱼得水。所以我觉得要积极的去看待人生，然后勇敢的去拥抱变化，这个是我非常重的一条感悟。第8点呢，世界上最平等的东西是时间，所以真的要好好想明白，要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和哪些人上面。因为其实你看啊，除了那些意外发生之外，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差不多是那70、80年。即使是你再有钱，你也很难说续到200，你可能续到90。你再穷，除非真的饿死，要不然即使是在穷困地区的人，他也是活到了70、80岁。
所以我觉得它大致上呢是平等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要去尝试思考，我这辈子想活成什么样子，我想把我的人生活出怎样的价值，有什么样的色彩，我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我现在做的东西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等等。包括是人啦，就是这些人我不喜欢，这跟上一条是一样的。那些不喜欢的人呢，我也是觉得要远离，它会吸走你的能量，它会让你不再积极的看这个世界。所以思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后呢，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我觉得是最值得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点，就是浪费时间，它的定义是什么？像我们华人呢，很多时候老师啊，或者是家长会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跟学习无关的事情上，就上学的时间。但你想想，把时间花在学习之外的事情上面，真的是浪费时间吗？比如说世界上它有很多很有名的运动员，很有名的艺术家，很有名的甚至物理学家，他们都是从小开始就对他们到最后成名显示人生价值的那件事情上，就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比如说我最近打高尔夫，老虎伍兹他是从6个月就开始摸高尔夫球杆，从2岁的时候就可以打得不错哎。你能说他花在高尔夫的时间是浪费吗？我觉得一定不是。所以想清楚浪费时间的定义，想清楚人生的意义，然后再去思考怎么去花你的时间，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事情。这也算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一个例子。第9点呢是，既要计划未来，也要活在当下。我自己是认为计划未来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控制你人生的风险。虽然很多东西是未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也不要说我现在苦几年，可能我50岁的时候我就退休了，我就可以去肆意享受人生了。第一个呢是这个其实不太合理，因为很多人在苦的这几年呢，其实身体就坏了，然后可能到了50岁那几年呢，你又不会舍得已经拥有的一切，你会想继续往前爬。所以我觉得延迟满足到未来是不合理的。活在当下，我自己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对自己当下的享受有一点负罪感，我就觉得我才这么年轻，我为什么现在要花这么多钱在吃这顿饭上，去买这个东西，去旅行？但我仔细想下来会发现呢，其实未来真的不可控。虽然几率不大，但是每个人都有很小很小的概率其实活不到明天。就比如说空难，比如说地震，这一些你是没有办法预见的。那在不可控的明天，在不可控的未来之下呢，其实只有今天可以把握。像其实我们现在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创造我们人生的历史。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现在这个瞬间既是过去又是未来，所以我真心的认为享受现在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第10点呢是要勇敢的正视自己，多内向思考，少怨天尤人。我这个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喜欢去反思自己的错。比如说我可能有些事情忘记做了，我会怪我老公为什么不提醒我他真的很冤。然后我可能有些事情发展的不顺利，我可能会怨运气不好。但我后面发现这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我如果不去反思的话，我就不知道原因在哪儿，我就不会进步。如果我不会进步，就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就会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同时如果我去怪别人的话，尤其是你是怪的亲近的人，那大家的关系也会变差，自己的情绪也会变差，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事情。所以我现在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或者是生活中犯的错，我会第一时间来思考我在哪个地方还能做得更好，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是我能控制我不能控制的。这样的话
整个分析会变得合理很多，自己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另外呢，我是觉得要减少对别人的依赖。这边别人可能是父母啊、伴侣啊、最亲近的朋友啊，这一些怎么说呢？身边的人好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是过度的依赖呢，你会发现生活中就会有非常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然后这样的话，自己人生的风险也是很高的。所以尽量减少对别人的依赖，尝试靠自己的力量，看看可以走多远。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啦，因为别人强不是真的强，只有自己强才是真的强。所以在2025年，我想要变强，我也希望你可以变强。Nice。以上呢就是10件我到30岁才明白的事情。我可能讲话比较啰嗦，但我希望我的这些感悟呢，对你会有一些帮助。我也希望我可以在几年之后呢，再重新看这段影片，看看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记录当下的视频。谢谢你的观看，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